阴阳师算不算二次元游戏？火影忍者算不算二次元游戏？王者荣耀算不算二次元游戏？朋友们，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啊，到底什么才算二次元游戏？之前我们那一期有关于二次元的视频里边啊，其实也说的非常清楚了。本来二次元这个词儿也挺抽象的，那在这个二次元下边这个二次元游戏就更抽象了。严格意义上的来说，二次元游戏它就不能算是一类游戏，它只能算是一种风格。因为游戏分类应该是什么 RPG、ACT 啊、MOBA 类游戏、FPS 游戏，这才是游戏的分类。不管是什么游戏商城，哪有什么二次元游戏？只能说有这个标签，但是它没有这个分类。所以呢，一般大家啊用来评判什么是二次元游戏啊，就是来看这款游戏的风格是不是够二次元。那到底什么才是二次元风格呢？这里我们先说一下狭义上的二次元风格，毕竟如果算是广义上的二次元的话，真的是万物都成二次元了。ACGN 漫画、动画、游戏、小说，只要是给这些东西沾边的、二维的、虚拟的，全部都算二次元。那说到狭义上的二次元游戏都有哪些特点呢？首先，日式幻想风格的肯定算是其中之一，毕竟日漫在这一领域的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。然后呢，就是以角色为游戏核心，那这有人就有疑问了，什么游戏不是以角色为核心？我玩荣耀的不是也是以角色为核心的人？其实还是有很大不同的。一个呢是以角色为核心展开的游戏内容，包括剧情跟世界观，至于玩法可以是简单的，甚至是没有的。另外一个呢就是以游戏玩法为核心，撸啊撸很难说它是以角色为核心的，主要的核心还是基于它的游戏玩法嘛。根据这个玩法而推出来的角色，和根据这个角色推出来后续的游戏玩法。那比如说 FGO， 它有什么玩法呀？它不就是看角色吗？其实很多老牌二游基本上就是一张例会，玩法呢简简单单，大家玩这个游戏呢也就是奔着人物去的，这个也是它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王者不算二次元呢？王者可以参考一下我们上面的举例啊。我觉得王者这款游戏它的社交属性大于游戏属性，而现在市场上那些没有什么争议的二游，基本上都是符合上述这几个条件的。像火影这一类的 IP 改编游戏，它到底算不算二游呢？我觉得它是算的，毕竟它这个 IP 也算二次元嘛。火影有争议的原因是什么？也就是它的 PVP 核心玩法嘛，可能有点不够二。那阴阳师就更不用多说了，基本上也符合我们上面所说的那几个点，所以我觉得它应该也算二游。我们知道，因为二次元群体的泛化，所以二游的定义呢，它也在泛化。毕竟游戏它本身就是一种商业产品，作为商业产品，肯定还是想服务给更多的人群嘛。那你这个人群你就犯了，所以现在二游的定义也在变得越来越模糊。不是说非要有这些条件之后我才能算二游，你完全可以八竿子打不着就说我自己是二游，那又能怎么着呢？所以你说王者算二游，我也不会反驳你。你说他是，他就是吧。啊，有的人呢，天天在我的视频里面挑刺儿啊，说这个怎么不算二游呢？怎么算二游呢？你别来找我好不好？我都是看二次元观察的，在他视频里边出现过的，我觉得那都算二游了。最后呢，还是那句话，玩游戏呢就玩游戏就行了，咱别扯那些什么定义不定义的，本来它就是一个抽象的词儿，为了一个抽象的东西啊吵来吵去，真的没必要。我现在就有一种感觉，对于那些很二次元的人来说，我又不够二次元；而对于一些很现充的人来说，我又比较二次元。所以呢，你问我是不是二次元，我会回答你，我就是个臭看番的，喜欢打游戏，什么二次元真不熟。